喽！嘿，去世界第3大雨林打野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豪猪！大家好，我是小宁哥，一个荒野求生爱好者。过去的几年，我在世界各地的严酷荒野中生存过。这次我将跟随婆罗洲原住民前往雨林深处，顺带学习着他们是如何狩猎的。目前我在加里曼丹东部的村庄里，这里的原住民都特别擅长狩猎。过去是一个完全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民族，现在条件好一点了，不用靠打猎为生，但是他们依然保留了打猎的习俗。老猎人家里面都挂满了各种猎物产品。至于为什么要再次返回婆罗洲雨林打野，也是想放松一下身心，好好的享受一下打野时光。所以这一次带足了物资，这次带的东西确实多，各种吃的，然后帐篷、睡袋、渔具、捕猎的工具。这次我们一共5个人进入雨林，摄影师老歪、阿本、阿定。由于我们的人员和物资都不少，所以我们要开2艘船出发。沿途我们能看到很多位于河流旁边的小木棚，这是当地人的工棚，他们会在河道里淘金，在森林里面伐木、狩猎、捕鱼，所以需要这么一个棚子作为庇护所。驾船2个半小时，我们也到了这次的目的地，位于河边的一所小木屋，也是我们的驻地，当然也是别人的工棚，距离我上次求生的地方并不远。可以啊，这个住宿环境，nice， 很棒。这还是吊脚楼，住着很舒服的。把床铺好，晚上裹个小毯子，睡得舒服一点。安顿好，我们也该吃午饭了。煮了个米饭，再炒了一个路上采摘的蕨菜，就是一顿简单的午饭。吃完，我们还得去复原一下老猎人之前下在周围山里的陷阱，为接下来几天的食物做考虑。芭比，别，芭比，这是野猪在这里找吃的，这是野猪留下的痕迹。然后这个套子，这是他之前下的，不知道下了多久。要不说还是当地人厉害呢，看看，就打个光脚就来了，真的离谱。我还得穿个拖鞋。这以前套中过东西，这个位置跑掉了。我靠，死了呀！芭比，妈呀，不是啊，卢萨，跟我的脚一样大了，离谱！鹿都死掉了，他们都不来看了。所以说下了陷阱，如果说不来看的话，一定要拆掉，不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鹿的骨头、肋骨，然后这个是那个下颌骨。可惜了，这个鹿啊。就是不进来检查陷阱，真的可惜了。他们的陷阱做的都特别的粗糙，看到没有？就整体就是这个样子。2个棍子，有动物踩到的话就能被套到。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他虽然说陷阱做的粗糙，技术还是很好的。所有的陷阱恢复好，捕鱼网也下好，天已经黑了。我们简单的在营地吃了一个晚饭，这一天就算结束了。山里面的夜漫长又无聊。这个是那个发酵葡萄汁儿，懂的就懂，咱就不多说了。敬这一刻。舒服啊！一觉睡到9点多钟，这我看一下。由于起得太晚，他们已经检查完了所有的陷阱和捕鱼网。今天收获还不错，有几条鱼，还有1只野鸡。但猎人阿定一大早就回去了，留下了2个小伙子陪我们在山里。忘不了鱼，他们一大早就起来收鱼了。这个鱼很名贵的，在马来西亚的话，得差不多1000块钱1斤。原住民在山里面也确实厉害。他们了解动物习性，又是抓鱼又是抓鸡。我从来没有上货这么快过。鱼杀好，那就先吃鱼。我准备搞一个青花椒鱼给这2个小伙子尝尝。青花椒鱼，哈哈，我从国内带过来的。腌鱼包，算了，这个不用了，这个鱼不用腌，用点盐腌就行，一样好吃。
主要是我自己想吃。之前在野外求生的时候，鱼小还是烤着吃的，没盐没味儿，也太想念这一口了。水一开就可以吃了。哎呀，可以了，鱼熟了。打开。啊，哦，看着都不错，很香。哇，可以，很漂亮。我来先悄悄的尝一块试一下啊，味道怎么样？哇，很嫩哎，看着都很嫩。好吃，这个很嫩，你看这个肉像豆腐一样，对不对？短短的，就是还是有点刺，刚才差点被卡住。甜，吃鱼了，尝一尝我们中国的口味。我不知道这两个小伙子吃的习惯不？这属于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了，能吃得习惯不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配合我们说好吃？怎么说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吃过麻辣口味的，不习惯也有可能。我觉得挺好吃。你看，我觉得跟着他们搞户外会长胖，太多吃的了在山里面。他们没有带任何菜，就带了点调味料，然后一点米。菜的话就在这山里面抓了，野菜也有，蕨菜根本吃不完。鱼多得很，然后野鸡、动物这些也很多。饭后我本来想去河流里面钓鱼，雨林里面有很多路亚鱼种，但是水太浑了，没有办法。正好这次带了2个捕鱼笼，头一天晚上我下了一个，抓了一点小鱼，掐碎了作为饵鱼。我准备把这2个捕鱼笼放到我之前生存的那条沟里面，那里面还有很多鱼。这2个陷阱明天来看，相信我，会有很不错的收获。下完捕鱼笼，今天就没什么事了，等着下午4点多钟，把野鸡杀了，烧个野鸡吃。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这个是今天早上抓到的，在山上，下午就给它炖了。说实话，以前都是烤着吃的。这种野鸡的话比较硬，撕都撕不动的那种，烧着吃应该比较好吃。处理好了，这个鸡好结实啊，肯定要炖得久一点，不然的话，等下咬不动。哇靠，我都不敢想象它有多香。看看这个鸡肉都不像鸡肉。起锅烧油，直接生爆。水分烧干了，给它爆香。来点豆瓣酱。哇！加点酱油。放点大料，不用放太多。哇，真的流口水了，流口水了。太棒了！放入调料，说吧，收一下汁就可以了。哇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好香啊，完美，真的很棒，很棒。哎，我也尝一尝，这个是一块鸡胸肉。我靠，弹牙子，很有弹性。太棒了！这个鸡胸肉都特别好吃。
它不是那种柴的，弹牙。太香了，我的天呐！绝了，绝了，绝了，真的。没多少点了。吃过晚饭后，我们坐在篝火旁，喝着葡萄汁聊天。虽然说语言不通，但是我们用翻译软件聊着也挺开心，分享着彼此生活。这个夜晚并不算无聊。今天起得早一点，要去看陷阱，不然又像昨天一样，他们悄悄的鱼都杀好了，我们才睡醒。走走走，看收获去。今天的行程计划是先看捕鱼网，然后再看山里面的陷阱。不过好像运气并不像昨天那么好，就捕到了一条鱼。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喂，这个鱼长得好奇怪啊！就是这种青色的，看看，这青色的。看着应该是个吃素的。哎呦，牙齿挺锋利的。这自己跳了还是怎么的？算了，不管了。那边上面还有一个。这空的，潦草。那4个动物都能看得出来吗？这边没有了，去看另一边吧。走。有东西吗？go， 去看一下。go。他说有东西了。我看看今天是个什么。喂，还没看清楚。来。喂。我靠！豪猪！走。我你妈！豪猪这个东西浑身是刺，在森林里面几乎没有天敌。当它受到威胁，就会抖动身上的尖刺，发出声响来告诉我们它不好惹，所以我们得特别小心。嘿，我操！不过有惊无险，我们也顺利的把它制服了。OK。Come on。还得是当地人啊，他们的陷阱虽然说下得很粗糙，但是就是管用啊。这里怎么讲？豪猪抓回去关在笼子里面，我们又出去钓鱼了。至于豪猪，我想明天带回村子里面去烹饪。这里小锅小灶的，施展不开。今天河水也清澈，可能是我技术问题。我们钓了半天鱼，就钓到一条小的，就再也没有其他收获了。哦，啊哈哈，漂亮！我这个有点小啊。刚回到营地，阿本就叫我们过去。他昨天下的诱捕陷阱已经有收获了，抓到了一条很大的蜥蜴。今天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玩意儿吃腐蚀的，可不能被它咬住。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不过当我们带着蜥蜴回到庇护所，才发现天塌了。出去一趟，豪猪跑了。啊，这边把笼子咬破了，很大一个洞。哎呀，就不应该关在这里面的。这可是啮齿类动物啊，它的牙很厉害的。啊，好了。事情已经发生，无法挽回，该吃饭还是要吃饭。正好抓了一条鱼和钓了一条鱼，这就是午餐。只是感觉这个鱼怎么吃都没那么香了。猎物逃走了，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，就各自回到了营地躺着。此时此刻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蜥蜴也跑了，天塌了。
哎呀，哎呀，我算是知道是什么原因了。豪猪跑掉，他不是把这个铁丝咬断了，他是给它拨开。这个铁丝太细了，只要他愿意弄，慢慢的，就能把这个笼子给打开，打开一个缺口。有时候真的挺无语，挺想报警的。本来说这次出来打野钓鱼，散心的，这下好了，心情更难受了。我本来是想把这个猎物带回家去弄的，带回去弄大家都有的吃。啊！3天打野一场空，第4天早上我们就返回了村子。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。就在我们返回的当天下午，村子里面的另外一批猎人打猎回来了，他们带回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七彩吞天蟒。这个家伙5米多长，比我大腿还粗。在野外碰到这个东西，我是绝对不敢招惹它，太大了，一口一个小朋友完全没问题。我靠！你们这打猎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打猎看到那么大的东西？在脖子上，我估计脖子都能拧断。把估计去掉，就是能拧断。它这个力量特别大，很夸张的。这大哥太好了，说跟我们分享一节。我靠，就这一坨得有6、7斤啊，6、7斤是有的。哇，thank you。我来看一下，哇，它有多重？我靠，10斤，就这么一节。回到村子的第2天，我准备把昨天猎人大哥送我的蟒蛇肉给炖了。这个东西的肉韧性极好，很难处理，也难怪能吞下体型比自己大的猎物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着烹饪它，我打算把它当猪蹄一样烧着吃。味道应该不错，这个连腥味都没有。这打的都差不多了，起锅烧油。哎呀，哇！放点豆瓣酱，放点花椒面。没有花椒粒了，我怕带不出来。我来尝一尝味道。有点像鸡肉，但是比鸡肉更绵软。也还好，没有什么怪味儿。但是说实话，吃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心理压力更重一点，还可以味道。摄影老师尝一尝。好吃是好吃。味道很正，是中国的味道，但是在中国可吃不到这个食材。在村庄里面，你能经常看到村民搞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回来，他们吃的一个比一个生猛，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啥都吃。打野生活到这里也该结束了，我要回国去吃大餐了。